各位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韦恩有话说。哇，之前上集的节目大家是不是看得还不够过瘾呢？今天呢将会是这一个主题，挺同与反同重要吗的下集的节目。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从韦恩的分享里面来更多的了解韦恩怎么看挺同与反同这样的一个主题。话不多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当中吧。另外一点，像这样的一个同婚的一个权益，或当然现在也有提及到所谓跨性别的权益的时候，我也愿意去理解，今天要怎么样透过法律的方式，或透过一些制度的方式，让这一个族群的人能够更加的被重视，更加的被理解。这个部分我认同需要更理性的去探讨。那是不是所探讨的所有内容我都要全部接受？ No，我不会全部接受所探讨的所有内容，因为我有我在这个议题当中的定调点。这个定调点不是你用挺同反同就能够来定位我的。这个定调点，如果你用挺同反同来定位我的同时，你也其实就在定位你自己。如果今天挺同反同要这么绝对的定位点，用政策的支持，或者是今天你认不认同同性恋的先天性也好，或你认不认同同性恋是不能改变的也好，这些东西要这么的绝对的话，那其实我们会失去很多了解这个个体的不同面向的需求。我不知道同性恋或跨性别有没有所谓的先天基因的影响，多数的科学研究也都没有办法证明说目前找到了所谓同性恋基因或跨性别基因。但我也不是因此就否定说有些先天产生的可能性，先天影响力的可能性，我也没有这么绝对的就这么否定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但是对我而言，我已经认知到我不是先天的。那我既然不是先天的同性恋者，或者说我也不是一个先天的跨性别者的情况下，那我所需要得到的是什么？我所需要得到的是反同挺同的标签吗？我所需要得到的是需要在反同挺同的当中做出一个决定吗？这对我来讲并不公平吧。我认知到我今天会成型，开始有所谓同性恋的倾向，或者是跨性别的倾向的这个脉络的时候，这样子的我到底是属于挺同还是反同？今天我也必须要说，很多人看到的所谓的反同的这些人，说句实话，他们有些时候也不见得知道自己到底在反什么，或者是说在一个表达自己的立场上没有办法有灰色空间的时候，很多所谓的中间族群的人，如果你是51%支持同性婚姻法，他要划线，他就很容易把自己划到所谓挺同的区块。那同样的51%不那么支持的人，那就很容易被列入到反同的一个区块当中。我们现在在社会上所看见的，在呈现出所谓反同挺同的这两个群体的，很多时候都是最极端的那两个区块。在当时同婚法案是这样，在如今也是这样，都是最极端的两个区块在呈现出所谓反同或挺同的样貌。可是反同跟挺同只有这么极端的样貌吗？错了，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处在下面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它是处在一个用大家能够理解的，在整个政治生态当中，所谓的浅蓝，所谓的浅绿，它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光谱当中。这个浅蓝，这个浅绿，它有绝对不支持，有绝对反对吗？它并没有。可是因为这个太绝对的论述造就出具有话题性的内容的时候，它就被引导出一种，今天如果你的论述偏向挺同或偏向所谓的反同的时候，你就是挺同，你就是反同。那挺同的里面那些不完全支持的人的这些论述呢，它很容易就会被忽略。
这时候造成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在探讨挺同跟反同的时候，就越来越绝对了，就越来越极端了，就越来越变成是我不是在面对人了，我是在面对事了。我把人的需要，我把一个群体的状态打包成一件事情，你支不支持？我把整个群体里面的某一个状况打包在这个群体的需要当中丢给你，你支不支持？同样的，我也反对这个群体的某一个东西、某一个部分、某一个论调，然后呢，所有偏向所谓反对的人整个打包在这当中全部丢给你，你反不反对？有没有跟我站在同一边？我想要更精确的讲，性别少数 LGBTQ 的这一个议题是一个人的议题。除此之外，我自己也发现在这个群体里有更多的人，他其实在乎的不是法案有没有办法符合他的需要，有更多的人在乎的是有多少人愿意花时间理解我，花时间听我，花时间陪伴我，还有不要再用让我觉得你在否定我，你在攻击我，或者是你在拒绝我的那种方式来对待。反同挺同这样的一个方式真的很伤人，它伤的是连同样在这个群体里的人都会因为对于一些论述的看法的差异也被迫做出一个区隔。我觉得这是一个在情感上在关系上面需要被理解的人，还要在这样的一个已经不多的族群中还要做出区隔来，这真的是一件更痛苦的事情。因此今天为什么我要来谈反同挺同对我重不重要，还有我怎么看反同跟挺同，没有必要再用反同跟挺同来作为一种好像对于这个议题支持与否的绝对标签。如果我们都在乎 LGBTQ 这个族群的需要，认同这个族群需要被关心，需要被理解，需要被重视，我们花了多少时间与这些人一起相处，跟这些人跟这个族群跟像我这样子经历的人能够更加的去理解去陪伴。当他真的对自己有很多的困惑，关系互动当中有很多的伤害，然后有很多潜藏在心里面的内在誓言，错误的自我形象等等的这些，我们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这样的一个人能够被接住被理解，然后不再用一个好像很极端很绝对的角度来评价自己好或不好。我觉得这个才是在推动所谓的性别平权当中更应该被强化的内容，而不是今天我们好多在讨论性别平等的时候已经变成一种不挺则反不反则挺的这样子的一个很吊诡的一个标签，对任何人都不公平，甚至对这个族群而言的人都不公平，甚至这个族群的人还会再出现更细的一个划分的时候，那最终人跟人之间失去了很多美好的互动，很多去找寻到自我价值的一个过程，失去了找到自己独特的一个机会。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过去几集的节目我都会说，观众朋友，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一个属于自己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去找寻到自己。而性别从生理性上来看，它也就是一个很生理性的一个区分，它区分的目的不过也就是很单纯的让人家知道不同的身体机能的发展，身体结构的发展。生理性是一个不会改变的事实，但是内在的这一个人所呈现出来的样貌应该是要能够接受它的多样性的。所以今天在谈挺同反同的时候，我真的是希望我们能够跳脱出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标签跟框架。当我们今天要来谈任何一个跟所谓性别少数有关的议题，性别少数有关的论调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更加的去关心人本体的需要，听见不同的人他在经历这些性别认同的过程里面所碰触到一些关系的议题，自我形象自我身份的议题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因为不管今天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认同你自己，
身份的认同、自我的认同、自我的价值都是需要的。我们如果没有自我的价值，我们没有办法在社会上生存，我们没有办法在社会上呈现出一个属于我的独特、属于我的样貌。今天的节目讲到这，我做一个收尾，就是要说，反同挺同，最起码对我来讲，它是一个非常不重要的一个名词，因为我既是一个挺同的人，我也是一个反同的人。我绝对愿意花时间跟一个在性别身份认同当中认为自己是同性恋者的人，或跨性别者的人好好聊一聊，或无性别者的人好好聊一聊这个过程。我也不会去论断、去评价你所说的对或不对，你这个认同好或不好。但是我们可以聊一聊我经历过什么，你经历过什么，而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又改变了我怎么看自己，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又怎么影响了我看自己。我也是一个反同的人，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现在所提出来的一些跟性别或者是跟男女有关的一些法案，还有更多在过去被提及的一些论述，我是不能支持的，我不认同的。像对我来讲，儿童的权益一定是放在优先，所以今天如果要来谈可以或不可以堕胎，要来谈所谓的人工生殖，我绝对是站在一个非常保守，站在一个需要更多去探讨理解的空间。那这样子的我是反同的，因为我没有办法支持所谓的在没有一个很合适具体的一个论述下就贸然的进入所谓的堕胎或者是所谓的性别友善各种论述的当中。我今天想要表达的是，如果今天反同挺同它所针对的是所谓的法案，所谓的公共化的权益，被法制化的权益的，是在指这样的事情的话，那我觉得任何人都需要去尊重支持相关法案或反对相关法案，支持相关制度或反对相关制度的人，他们的声音。这个部分或许可以被称为所谓的挺同或反同。可是如果今天因为这个人支持或不支持某一种对于同志族群的一些论述或声音，就把它上纲到你否定这个族群的话，那我会觉得已经超过了讨论挺同反同。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好好思考的。我为什么挺同？我为什么反同？我的理智上为什么挺同？我的理智上为什么反同？那我的情感上为什么挺同？我的情感上为什么反同？那今天我要去谈挺同反同的时候，我是跟你谈理智上的挺同反同，还是我是跟你谈情感上的挺同反同？因为当你可以回归到理智或者是感性的层面的时候，在对话里才能够更加的明白我们要谈什么。否则鸡同鸭讲的情况下，挺同反同永远会成为一种对立的态势，进而进入到一种冲突对立的过程里。这不是这个社会所需要的，这也不是这个社会所希望看见的。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思考一下，挺同反同到底对你的意义是什么？挺同反同到底对你的感受是什么？挺同反同对这个社会的影响到底有什么？以至于当我们接下来一定会有更多性别议题论述的探讨的时候，我们才不会那么快的落入到某一种挺同反同的框架当中，而让我们在探讨议题的时候失去了对话理解的一个机会。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告一段落。如果你对伟恩今天的分享有一些回馈，有一些问题，都欢迎你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还是提醒大家，请大家理性的留言，理性的回馈，我们不要用太冲动不理智的方式来对话，这并不是我所期待的对话方式。如果你对伟恩的分享有兴趣，欢迎你可以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这样子你就可以更快速更及时的收到伟恩在频道上面的任何更新。谢谢大家收看完今天下集的节目，伟恩提醒你这一个主题还有上集哦，欢迎你可以点选下面的连结回去收看上半段伟恩在这个主题当中的分享。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